这只拉布拉多面带忧伤地坐在垫子上，因为几个月以来，它就像被施了魔法般走不出这里半步。吃饭时需要男主人八抬大轿把它抱到狗碗处，出门时它也要化身为狗形机关枪被监护人拿起，就连示爱时都会邀请对方来到这块魔毯上互诉衷肠才行。但谁知训犬师道出真相后，夫妻俩却哭得一塌涂地，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十分令他们心碎。 미끄러우니까 그냥 무서워서만 그런 줄 알았는데 정말 많이 미안해요。 原来他在2个月大时就被监护人领回了家，那时他还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但谁知几个月后他却突然不能走路了，客厅里的垫子就成为了他无法离开的地方。当节目组登门的时候，尽管他也十分热情，但后脚却始终站在垫子上，大家都猜测可能是他害怕地板，所以才不愿踩在上面的。平时在家他就是个粘人的大宝宝，虽然女主人做了美食不断呼唤他过来吃，但前方就好似有奈何桥一般，他走一步退2步的行为都把男主人给逗乐了。尽管他心里想上前吃饭，但身体却很克制，无奈之下他就只能挂上一副囧字脸。最后还是男主人把这把黑色机关枪抱起来，才解决了今天的吃饭问题。但饭后的回程却又成了考验，心里着急的他不断哼唧着挠门，1米不到的距离却成为了他心中的天堑。无论如何他也迈不过这道坎，男主人只好再次化身为人体垫子，一点点把这个玩家送回新手村。不过舒丽无论对人还是狗都一视同仁，即便他暗恋的小爱来到家里做客，他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方寸之地。他用前脚靠近对方，舔着自己的女神，直到小爱彻底来到魔毯上之后，他才会毫无保留地释放爱意。这样的狗狗恋综不比人类的精彩呀！不过看着如此激进的小爱，估计舒丽未来有99%的可能会成为妻管严吧。两狗的闲暇之余吃着主人给的零食，但舒丽这黑皮小子又被小爱给狗口夺食了。不过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故意讨好对方呢？毕竟这小伎俩和恋爱中的人类一模一样。看着小爱在地板上玩耍，舒丽心里也痒痒的。不过这也可以排除是地板太滑导致他不能走路的原因了。女主人也曾怀疑是不是他的关节有问题才会不敢走路的，但医生检查后却说舒丽没有问题，这让夫妻俩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尝试铺上防滑垫试试看，但没想到这个行为却出奇的有效。舒丽终于肯踏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四处走动了，久违的自由感也充斥着她的身心。夫妻俩想一鼓作气带她出门转转，但她却始终无法踏出玄关。这时候他们怎么鼓励都不管用，最后还是男主人承担起了这体力活，把这60斤的大胖小子给抱进了电梯里。不过和家里的忧郁少年形象大相径庭，来到狗咖的他却又变成了阳光开朗大男孩。他尽情地吮吸着空气中的香甜，似乎泳池中的每一颗水珠都在庆贺着他的自由。就连一旁的饲主们都觉得舒丽十分活泼，那自由的气息比自家狗子都要浓郁，他们觉得这样的狗狗是不可能有问题的。但回家后的舒丽却又变回了氛围感帅哥，脚下的垫子再次封印住了他的所有活力。其实主人们很愿意花费时间陪他练习走路，但每天一定时间的付出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他还是只能手动抱起这个大宝宝回窝睡觉。监护人也曾想过是不是没人在家时，舒丽在地板上摔倒了，导致他留下了阴影，这才会丧失了迈出垫子的勇气呢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想让自己的爱犬恢复正常，所以他们就专门申请了节目寻求帮助。当薛专家登门的时候，舒丽就十分兴奋，她好似知道眼前这个男人能拯救自己一般，不断地向他亲密示好。而后者在放下行囊后就开始分析起了他的问题。他说其实狗子已经发出了很多信号给主人，伸舌头、打哈欠、发出嘤嘤声，这些都是一般如果狗狗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时，就是它在发出呼唤，就像狼王会通过嚎叫来召唤狼群一样。舒丽同样也是因为解决不了问题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。当看着他如老司机般熟练的倒车入库时，专家和主人都不禁大笑了起来。他告诉主人，看起来要想改变它还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行。薛专家用脚试探了一下地板，发现它就是很普通的材质，并不会很滑，所以他觉得应该不是地板的原因。虽然女神小爱来家里的时候脚步也会微微打滑，但是对狗狗来说，一般公寓里的地板都是如此，所以对宠物狗来说都不是大问题。而专家猜测舒丽不能走的原因很可能是缺乏社会化导致的，因为对于脚掌特别敏感的狗狗来说，它们会用脚去确认前方是否有危险，而一旦它们视地面为危险地带的话，就不会再继续前行。但女主人却说，自从舒丽2个月大时来到家里后，他们就没有搬过家，所以这里作为她最熟悉的地方，就不大可能是社会化的原因。专家继续问到夫妻俩是什么时间给她绝育的，他们回答是在5个月大时就给她做了手术，但专家却说如果过早给狗狗做绝育就会导致骨骼发育过长，这很可能是她突然无法走路的原因。视频中她到了朋友家时也出现了倒车入库的问题，不愿走路的她来到了沙发上趴着，就算玩具在眼前，她的后脚也不愿离开那片柔软，而且她下来走路的话也会紧贴着墙壁前行。舒丽就像一个来到陌生世界的爱狗，全身都透露着我想回家4个大字。专家解释说，他贴着墙行走叫主观性接触，就是每当狗狗不安时总会想隐藏在某个地方的行为，
所以目前来看还不能确定舒丽到底是心理还是生理原因导致的一切。但当专家看见他在户外跑步的样子时，他就瞬间明白了，原来一切的问题都出现在他的后腿上。本来正常的狗应该一前一后往前跑，但舒丽却像兔子一般往前蹦，它完全是在用前半身的力量行走。看着对比画面就知道它和正常狗狗间的不同之处了。虽然夫妻俩之前也带它去过医院，但却完全没有查出这个问题。薛专家说，如果他们当时能去更大些的医院确认一下就好了。不过虽然他的后腿有问题，但并没有影响他在户外跑步。这就像有人生病了也会想去打篮球，肾上腺素的分泌完全可以盖过本身的疼痛，这就像吃了天然止痛药一样。忘我状态下的一切都不是问题。 맞으면 지금 사실 산책 시간 너무 긴 거고요. 더 악화가 조금 더 됐을 수도 있어. 舒丽坐下时的动作会如同专家展示出来的一样，这是因为她的腿部很疼，无法正常坐下。可以看出她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尤其是在每次转换方向时，对她的关节压力最大，所以她才会经常选择倒车入库的方式来减轻痛苦，甚至吃饭时后腿也会交叉抬起。在得知这样的真相后，夫妻俩都不禁红了眼眶。 他们很惭愧，如果自己能早点发现他的问题就好了。专家说，许多狗狗在生病后会更加具有攻击性，但舒丽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倾向，甚至连他这样的陌生人随便碰触都没有问题。他真的是一只把温柔善良刻进骨子里的狗狗。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不断忍耐着身上的苦楚，让监护人无法发现，就连疼痛都让人没有半分觉察，这让夫妻俩心中涌出了无尽酸楚。也许曾经的哼唧声是他最痛苦的表达，但在主人没有理解后，他就选择了默默承受。 他拖着沉重的身躯，尽量地回应每一个指令。在对主人的爱意面前，病魔似乎都显得渺小了许多。他那隐忍又坚韧的爱，让女主人的眼泪瞬间决堤，一声声的抱歉自夫妻俩心中不断升起。 아파서 그런다니까 정말 많이 미안해요.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，而人和狗狗的心意也如隔了道天堑般难以捉摸。专家表示，对舒丽来说，监护人的作用至关重要。 在抱歉和愧疚之余，想办法治好它才是现在的关键。薛专家带着夫妻俩和狗狗一起来到了医院，他们打算给舒丽先照个 X 光看看情况。在整个过程，他都没有叫一声，甚至没有半分挣扎，这样的乖巧不禁让众人惊叹。之后，医生又对他的腿部进行了手动检查。在做完所有测试后，他告诉了监护人结果。医生说，舒丽两条后腿的十字韧带都断裂了。这样的结果是夫妻俩始料未及的，因为韧带断裂的原因导致狗狗每次行走骨头都会向前突出。 通过 X 光片可以看出，他的骨头已经充满了炎症。医生说，估计他的韧带在很久之前就断开了，所以他给出了可以保守治疗和手术两种建议。医生表示，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出现韧带断裂的情况并不多见。舒丽也是因为反复刺激才导致了炎症的出现。在听完医生的一番解释后，监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药物和保守治疗的方式。他们每周都会带他来进行激光和电疗。医生还建议主人也可以经常给舒丽来个马杀鸡，这样的方式有助于他放松肌肉，缓解疼痛。 最后，薛专家建议监护人给家里都铺上防滑垫，然后让他们把止痛药拌进食物里一起给他服用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因为用药后疼痛会减轻，狗狗可能会误以为自己正常了而肆意运动，主人要经常关注它的行动才行。几天后，节目组又来看望舒丽，地板上已经全都铺上了防滑垫。为了替代外出散步，他们还发明了小游戏互动。在这样的照顾之下，舒丽也可以得到放松。当天性善良的狗狗遇到了心软的神，相信纵使它经历了重重磨难，最后也终将战胜。 因为这是一场向爱而行的双向奔赴，最后也希望狗狗能早日恢复健康，和它的主人幸福的生活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